宝现在已然有了一副打工人的模样。下班点一到，通道门一打开，比谁跑得都快。那个每天自愿加班的瑞宝再也回不来了。现在每天爷爷和姨母一喊爱宝，瑞宝就知道通道门打开了，瑞宝便立马飞奔回家，而且还必须要看妈妈接着。而辉宝依旧是那个嗜睡大王，一到下班点就犯困。盛谢阿姨温柔的呼喊声根本撼动不了辉宝，这得让宋3岁来。但今天宋爷爷休息，这要是没人来接辉宝，辉宝肯定会留在室外园区过夜，一点也不想家，大大咧咧的和福宝姐姐一样，以后不管去哪儿都能适应得很好。这时，江爷爷来到园区来接辉宝回家。辉宝听到爷爷的脚步声后已经醒了，但就是想赖在树上撒娇，不想下来。江爷爷尝试拖起辉宝的小屁股，发现根本拖不动。不过这也情有可原，毕竟辉宝70斤体重，任凭谁也无法轻易拖起来。而且辉宝还咬爷爷的手，试图让爷爷知难而退。之后，江爷爷先是围着园区检查了一圈园区卫生情况，缓解一下尴尬。江爷爷围着园区转了一圈后回来，辉宝依旧不配合。辉宝再次给爷爷逼退爷爷的辉宝悠哉地躺在小树上，一个胜利者的姿态。等一会儿，园区都走没人了，爷爷和姨母也不再来园区了。辉宝自己从树上下来了。辉宝总是爱整这副不值钱的样子。辉宝从树上下来后，就这样自己慢悠悠地走回了家。今天想跟着妈妈一起回去午休的瑞宝，让爷爷发现后被无情地推了出来。宋爷爷试问辉宝，说好的就算下班也不回家的呢，现在怎么了？你还没下班就往家跑了？被说脸红的辉宝抱着爷爷的大腿撒起了娇，而一旁的瑞宝眼看妹妹被宋3岁欺负，跑来帮妹妹合力攻打宋3岁，真是姐妹同心。而辉宝趁姐姐帮忙的功夫，自己又偷偷溜了回去。宋爷爷看了，无奈的摇摇头，心想怎么这么多饲养员，姐妹俩却偏偏爱欺负自己呢？宋3岁怎么想都想不明白，无奈的宋爷爷只能再次用竹笋去引诱通道里的辉宝出来。辉宝之所以能长得这么胖，确实不是没有原因的。看到大竹笋后，就忘记自己原本的事情了。宋爷爷给辉宝引到一旁后，赶紧回去给通道门先关上。给门关上后，宋爷爷又回到了园区，给瑞宝丢在地上的竹笋捡了起来，顺便记录了一下瑞宝此时的样子。宋爷爷拍视频不一定是为了制作节目，更多的是记录瑞宝和辉宝成长的变化。等下午下班时，辉宝也没忘记给妈妈炒活。现在辉宝已经摸清了妈妈和爷爷的工作规律。辉宝看到妈妈在通道门口站了一下，就知道妈妈是让爷爷给自己开门回家，于是辉宝便悄悄走进来，等待爷爷出来，这让宋爷爷都不敢开门了。宋爷爷悄悄开了一点门缝，看辉宝在不在门前。辉宝听到一点声音后，就立马跑了过来，让爷爷别躲了。爷爷，你躲什么？快出来吧！你出来，我肯定不进去。辉宝在跟爷爷们玩耍时，这熊小鬼大的模样是最吸引姨姨的点。爷爷陪宝家成员的玩耍，经常让他们看起来人里人气的。辉宝再次藏起来后，宋爷爷从小窗里看不到辉宝了，立马开门从门里跑了出去。辉宝没有去追爷爷，而是盯着房门在等着。宋爷爷眼看辉宝要追过来，赶紧转头回来将门摁住，防止辉宝给门打开，自己跑进去。前几次辉宝自己开门回家，真是给爷爷们吓到了。辉宝眼看自己的小心思被看穿，则一脸不服地扑向爷爷，让爷爷不要多管闲事。今天姐妹俩下班时又跟爷爷耍贪赖皮了。就在宋爷爷走在门口，静等姐妹俩跟着妈妈回家时，姐妹俩却在园区无动于衷。当临近下班时，爱宝正坐在小亭子上吃竹子，一边吃着竹子，一边时不时的回头看向通道门口。因为爱宝的生物钟已经感觉到了通道门马上就要为自己打开了。很快，爱宝停下了手里的竹子，爱宝转头静静地看着通道门完全打开，然后缓缓走下小亭子，向通道门口走去。爱宝不慌不忙的迈着优雅的步伐走进了通道门。按照老规矩，爷爷们给通道门里放置了竹笋，爱宝会坐在通道门口，一边吃竹笋，一边等姐妹俩进来。不过此时，瑞宝和辉宝，一个在小亭子上，一个在小树上，都在假装自己没有看到通道门打开。此时的姐妹俩内心戏很是丰富，就这样躺在自己的舒适区，也不乱跑，像是故意在等待爷爷来抱自己回家。毕竟姐妹俩自从自己自主回家后，已经好久没有享受爷爷的抱抱了。此时就看爷爷和姐妹俩谁先能耗过谁。很快结果就出来了，宋爷爷率先认输，走过来先将小亭子上的辉宝抱了下来。不过爷爷没有直接将辉宝抱回家，而是给辉宝放在了通道门口前，打算让辉宝自己走过去。辉宝坐在原地愣了一下，心想：爷爷，你就差这2步路啊，直接给我抱回家多好啊，还要我自己走。就这样，辉宝一边走一边小声嘀咕着，走回了家。辉宝走进通道门后，
宋爷爷立马给通道门关上，然后来到园区抱瑞宝。瑞宝这里又跟爷爷抗衡上了。瑞宝此时表现出了自己不想下树的样子，还趁爷爷把手放在自己嘴边时，一口咬了上去。瑞宝想让爷爷懂得放弃，但是今天宋3岁并不想认输，而瑞宝的这一口也没让宋3岁打消接瑞宝回家的念头。就在宋爷爷不断的努力下，终于给瑞宝拼上去。瑞宝下树后，宋爷爷便轻松多了。同样的，宋爷爷将瑞宝抱起后，也没有直接抱回家，也是和辉宝一样放在了门口，想让瑞宝自己走回去。给瑞宝放下后，宋爷爷一开门，非但瑞宝没进去，辉宝又趁机跑了出来。原来辉宝一直都在门口守着，没有往里走。姐妹俩就这样趁机跑回了园区。宋爷爷尴尬的再次走回园区，重新将姐妹俩放到了通道门口。此时的爱宝都看不下去了，爱宝走出园区，替奶爸给喊回了家。昨天宋爷爷又在大家不注意时偷偷发了日记，虽然自福宝走后，宋爷爷写日记的频率没有之前频繁了，但是每篇日记里面的内容依旧是干货满满。开头宋爷爷讲到，现在已经进入了炎热的夏天，瑞宝和辉宝现在明确感受到了周围环境的变化，除了炎热的气息，例如之前宋爷爷在视频中提到的青蛙叫声，这都是进入夏天的标志。虽然姐妹俩出生以来第一次在户外感受夏天，但是作为野生动物，它们天生就拥有着感知自然的能力。而这周宋爷爷依旧在不断的训练姐妹俩熟悉体检台。瑞宝和辉宝似乎已经明白了体检台的意义，那就是只要爷爷出现在这里，在爷爷手里一定会有小零食。看瑞宝望着胡萝卜，馋的舌头都打紧。而此时的憨憨灰在姐姐旁边，则显得有些不太聪明的样子。宋爷爷表示，瑞宝和辉宝在健康检查这方面很有前途，因为姐妹俩总有办法从笼子里伸出手来，让爷爷给自己也检查检查。同时，这周宋爷爷还在日记里回复了姨姨们关注的体重问题，例如瑞宝和辉宝的体重现在每天都差不多，为什么没有了明显的变化趋势？宋爷爷表示，这都是正常现象。对于瑞宝和辉宝现在的体重，可能会保持1个月或几个月都不会发生变化。宋爷爷表示，这种停滞期是正常的，等他们再次恢复时，不仅体重方面会发生变化，身高等方面也会有明显的成长。瑞宝和辉宝现在的体重都属于健康状态正常范围。同时，宋爷爷表示，对于瑞宝和辉宝这方面的问题，韩国饲养员一直都在与我国专家共同关注着，让姨姨们不用担心。而且随着长大，瑞宝和辉宝现在对于自己的栖息地也发生了改变。宋爷爷表示，在野外，瑞宝和辉宝这个年龄阶段会面临天敌的风险，所以他们现在处于本能，会给自己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进行栖息。而瑞宝和辉宝的选择就是园区里的小树。经过宋爷爷的仔细观察，每天早上爱宝去室外散步时，姐妹俩都会爬上小树。现在姐妹俩在妈妈不在时，已经懂得如何去保护自己了。细心的去看瑞宝和辉宝成长过程的话，真的会发现大熊猫的每一个成长节点都很有趣。